这样还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观众呢，请记得马上 search Alexa Daisy， 然后按一个 follow， 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欢迎收看本期的 Lex Review， 我是 Alex。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还有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哦。在影片开始之前，我其实是今天收到有很多以下的网友是讲我的影片都是把官网的数据读出来罢了。其实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会答应你们，我会尽快去改进这个问题的啦。其实你们的意见呢，我一定会接纳的，因为我已经讲过了，我进步最快的方法就是靠你们的意见了。所以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记得一定要在留言下方告诉我哦。这样其实你没有看我 vlog 的话啦，上一期视频我是有简单的开箱一下 iPhone 11还有 iPhone 11 Pro Max 我读死 iPhone 11 Pro Max 的视频的。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上方哦。这样今天我会来先跟大家聊聊 iPhone 11的这款手机啦。那毕竟那一个是我老妈的手机，而且我在这里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只能做一些比较普通的评测。所以我想这次以我妈妈作为一名普通使用者的角度去评测这个手机，看到底其实它对你们需不需要，而且值不值得买。所以我在这里必须重申一次，我不会讲到很专业，我只是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产品哦。这样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包装盒的设计一贯是苹果非常简洁的设计语言所以这一次不例外的。简洁的包装内有非常简陋的配件转接头你不给我都算了2020年都要来了，你竟然还敢死给我5瓦的插头。除了以上的配件外盒子里面还有一些简单的说明书，还有 iPhone 11的本体啦。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因为 iPhone 11和 Pro 系列的镜头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盒盖的内部是弄了一个小洞洞去好好保护这一些镜头的啦。这里也是做到非常贴心的啦，给个赞。首先外观其实延续了 iPhone XR 的设计，屏幕尺寸跟 XR 一样，所以我在这里就直接跳过了。至于屏幕体验，我稍后也会跟你们多加聊聊手机背面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相机的排列设计多了一个框框，起初我看来是非常不顺眼的，不过看久了我觉得其实蛮有质感一下的。比起他们出跟 XR 一模一样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反而人家一眼就认出你用的是最新的 iPhone 11啦。裸机的手感跟 XR 没有两样，不过大部分人也会戴套啦，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相比起 XR 的黄，这一次的黄更加要淡了一些，我个人是觉得比较耐看的，因为 XR 的黄其实是非常难找电话壳去配对的，但是相反这种浅黄色可以搭非常多好看的壳。按键位置的插口都跟 XR 差不多，所以这里我就不浪费你们的时间啦。不管你听歌、看戏、打 game 还是做什么都好，你都是对着那个屏幕，所以各位最在意的一定是屏幕带来的视觉体验一样的屏幕亮度，一样的解析度，一样的体验，还有一样的刘海，所以基本上可以满足普通的需求。刘海方面其实过了这样多年真的惯了啦，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啦。观看体验你有时候还是会被那一个小小的刘海嘎叫啦，不过其实没有什么大碍的，那是因为你不会长期盯着上方那一个刘海，其实你会很快的慢慢的就会习惯去忽略它了说真的啦，这一次 iPhone 11虽然是在它的后继机型，但是当我测试了它的音响之后，我还是有惊艳到一下的。我就用 Note 10 Plus 来比较一下，因为大家都支持 Dolby Atmos， 但是 iPhone 的音质明显听得更舒服，而且来得更好。老规矩，讲这样多不如听听看吧。这样你觉得 Note 10 Plus 还是 iPhone 11的音质哪一个比较好嘞？留言告诉我吧。这里 iPhone 11搭载了2粒后置镜头，分别是12 megapixel f2.4 光圈的超广角镜头，还有12 megapixel 的 f1.8 光圈的广角镜头。这样先来看看样张吧。其实拍出来的照片跟 iPhone 11 Pro 基本上没有差别，全新一代的 Smart HDR 让每一张照片都拍得有毒然后这一次主打的夜间模式也是捕捉到非常多的细节，甚至有一些地方是略胜 Note 10 Plus 的。然后录影方面真的是不用讲这样多了的啦，其实这一期的视频都是用 iPhone 11和11 Pro Max 拍出来的，你觉得效果如何嘞？
至于前置镜头就是搭载了12 megapixel 的 f2.2 光圈的镜头啦，而且还支持了 4K 的录像。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我用 iPhone 11的前置镜头拍出来的一个影片啦。这样我在这个这样低光的环境下，它的那一个拍出来的效果依然是我觉得是很好了的啦。iOS 13用在这一款手机里面呢，我觉得真的是一流的啦。那一种流畅度跟 App 的切换那个过程都是非常顺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 iPhone 大于那一个 Android 的原因。更加详细的解说我会留在 iPhone 11 Pro Max 里面讲。其实 Apple 的硬件不是更新到比较缓慢，正确来说他们是等那一个技术或者是那一个硬件真正成熟的时候才推出。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他们从来都不会推出半成品的。这就是为什么 Apple 的手机一直保持那么高的质量。这次的续航力也比 10R 多了1个小时。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一定会讲，哇，那个 Apple 啊没有创新，1个小时都敢讲了哦。现在话是这样讲，其实是没有错的。可是当你在外面有带 Power Bank 的时候啊，或许这1个小时就能救你一命了。而且我做人的宗旨是有好过没有啦。至于耗电方面，我个人觉得还行。基本上我妈妈这样的普通使用者，有时候用来拍照啊，看下文件，刷下 Facebook， 也足以支撑1天的使用电量了。除此之外啦，这一次的 iPhone 11采用的是 A13 的晶片，玩一些主流的游戏，还有用一些硬件配置需求比较高的 App 都是运用自如的。这方面我本人还是非常满意的。顺带一提哦，相比起 iPhone XR 啦，这一次的防水其实是达到了 IP68 的，这也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保护作用啦。可是还是进水的话不保修啊。像如果你其实是 XR 跟 XS 的用户嘞，我觉得它这一次升级还不至于到你去升级的地步啦。但是如果是 iPhone X 以下的用户，你们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因为真是非常值得的购买。而且那个苹果那么有诚意哦，我不懂它明年还有没有诚意的哦。不过讲真的，就如我刚刚讲到的一样，屏幕方面真是输给了很多目前的竞争对手。不过 iOS 的流畅度是在 Android 这种就算是大厂也好 ，Samsung 啊、华为也好，他们也是还没做到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苹果的原因，因为用起来舒服才是关键。好了，因为我本人在外国，我也不能做到太多比较专业的实测，我尽可能最简单最普通的一个方式去让你们明白，去给你们意见。这样今天就到这里啦。更详细的相机解说还有其他方面的补充呢，我会在下一个视频，就是 iPhone 11 Pro Max 的视频，去跟大家深度去聊一聊。这样我们下个影片见啦，拜拜。